嗨，大家，我是 Tiffany。今天想聊聊我去韩国 Wave Park 跟海南 Surfland 这两个浪池的经验跟感受。那网络上已经有蛮多关于费用、分级、环境、交通等等的资讯，所以这边就不特别介绍。这支影片单纯以我个人在浪池的真实体验、感受差异做分享，还有到底值不值得去。首先，这两个浪池是完全不同的系统。韩国 Wave Park 是 Wave Garden 系统，它是贴着墙壁追浪起乘，往远离墙壁的方向下浪。海南 Surfland 是 Perfect Swell 系统，它是从浪池中间追浪起乘，往墙壁的方向下浪。论场地大小的话，韩国的大非常多，它同时有左跑跟右跑的场地，所以你进去冲一天，左右跑都练得到。海南的话，浪池大小大概只有韩国一边的2/3左右，而且它一天只开放一个方向的浪，比如单数日左跑，双数日右跑，所以在练习的选择上会比较受限。我觉得冲浪池至少要抓个1到2场，先来熟悉场地和运作，之后才能真正开始专注于练习。在海南的浪池，我觉得相对比较快上手，我自己大概1到2场就抓到感觉了。因为海南的浪冲起来比较接近自然海浪，如果你原本就有在大海追浪下浪的基础，其实蛮好熟悉的。下浪的节奏也比韩国放松很多，每道浪之间都有小小的波做缓冲，没有那么急促。在追浪的时候会有一段距离需要你自己去看浪，判断浪何时推到你，这部分比较像真的在大海追浪下浪的感觉。而且海南虽然是往墙壁冲，但实际距离还非常远，不太会撞到墙壁。不过相对的缺点就是海南的浪比较短，一道浪大概做2到3个动作就没了。换到韩国的浪池，我大概花了4到5场才真的抓到节奏，把一道浪完整冲完。韩国的浪对我来说比较有挑战性，最大的痛点就是它的浪太透明了，尤其正中午太阳反光的时候，根本看不清楚浪壁的形状，常常觉得自己在盲冲。First section 的位置也蛮难抓的，我冲的前几场常常抓不到 first section， 不然就是只抓得到 first section， 后面直接爆掉，完全不知道怎么接进去。加上我自己觉得每一个 session 冲起来都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，所以要花比较多长的时间去适应。如果接得进去的话，它一道浪是比较长的，可以做到4到5个动作都没问题。再来就是韩国的浪池让我觉得心理压力蛮大的，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 line up 离中间的机器非常近，浪在推进的时候会有一股力量把你往机器吸过去，一不注意就有可能撞到防护网。虽然说是防护网，但也是常常有人撞到板尾直接被削掉一块。第二个就是准备下浪的位置非常拥挤，尤其长板的板身比较长，在这个三角空间转板的过程中真的会蛮紧张的。在转板的同时，你既要注意不影响正在追浪的人，又要准备好自己要开始追浪的位置跟时机。基本上长板你一转板就要赶快准备开始划水了，浪跟浪之间的节奏非常急促，要很 focus， 不然很有可能 miss 掉你的浪。虽然有些 level 有第2次追浪的机会，但那个时候你已经离开最佳下浪的位置，也有可能自己的节奏已经被打乱了。这整体对我来说是蛮 overstimulating 的，相比海南的浪池比较无法放松。然后就是大家知道的下浪歪爆很容易撞破板子，尤其是短板，因为下浪位置需要比较深更贴墙，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有冲中短板的浪人歪爆板子撞到墙壁。但长板的话看起来几率是比较低，我自己冲了快20场都没撞到过。再来就是在韩国的浪池，如果你起乘歪爆，旁边的工作人员会立刻放掉你后面那道浪，避免后面的人撞到你，也让你有时间滑开。虽然安全，但这等于你直接浪费了大家一道浪，当下心里还是会有满满的愧疚感和压力。而且跌倒后你必须尽快上板，移动到靠近墙壁的百花区，顺着浪花被推回 inside section， 再绕一大圈滑回 line up， 会蛮消耗体力的。但如果你跌倒位置比较靠近浪尾，工作人员也是会让你直接往 line up 的方向滑，就不用绕一大圈。海南的白浪花是从场地中间崩溃，从中间散开，而它的离岸流是靠着墙壁的，但通常工作人员不太会让你从靠墙的离岸流滑回去，所以下浪完之后你是要绕着白浪花越浪回去的。不过通常大家会选择直接上岸用走的。除了前面提到浪性的差别，这两边因为科技系统不同，每小时能冲到的浪数也不一样。韩国的浪池一个 set 有8到10到12道浪都有，如果你挑到冷门时段，一场不到10个人的话，真的会冲到吐只要你体力好滑得快，就有办法疯狂下浪，1个小时搞不好冲到20道以上都有可能。但如果是遇到满场最多25人的情况下，1个小时可能冲不到10道浪。相反的，海南一个 set 固定只有3到4道浪，所以就算人非常少，1个小时顶多也只能冲到12到15道浪左右。那如果是满场，大概10到12个人，每个人1小时分下来大概就是6到
到8道浪。这样相较下来，我觉得韩国的浪池不止更有挑战性，训练的强度跟体能的消耗也是比较高的。当然，如果要我选择，我 always 选择大海，因为选浪、看浪这些都是冲浪非常核心的技巧，融入当地的冲浪文化和遵守冲浪礼仪也非常重要。但在浪池，你可以把这些顾虑全部丢掉，只要熟悉场地之后，因为每道浪几乎长得一模一样，你可以100%专注在起乘后的动作练习。所以，到底要去韩国 Wave Park 还是海南 Surfland， 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你的冲浪目的。如果你想要追求极致的高强度，想疯狂练动作，而且不怕无聊，那我会建议你去韩国。但如果你想要节奏 chill 一点，除了浪池以外呢，还想拥有大海下水验收的双重体验，而且语言又通，那海南会蛮适合你的。最后就是人造浪池到底值不值得去？我认为只要你是想认真让冲浪快速进步，又有经济能力的话，这绝对是非常棒的投资。这就是花钱买时间，花钱买练习效率，非常值得。不过以上纯属我个人的主观感受，如果你们去过会有不同的想法，都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私讯我，我会用我的经验来回答你们。谢谢你们看到这边，就这样咯，拜。